曾经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如今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这个危急时刻，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再次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正在悄然撤离这个正在沉没的金融之都。8月14日深夜，李嘉诚长子李泽钜掌控的长江基建集团突然宣布，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第二上市。这一消息犹如一记重锤，击碎了许多香港人仅存的希望。曾经被视为香港股神的李嘉诚，难道也要抛弃这个曾经让他暴富的城市吗？长江基建集团此举立即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公司股价应声上涨，创下4年来的新高。然而，这份喜悦背后却是无数香港投资者的辛酸与无奈。有分析指出，集团此举实际上是为了及早买政治保险，以摆脱中国和香港日益衰退的经济，因为香港已无法吸引外国资金。这一决定无疑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难堪。被誉为超人的李嘉诚似乎再次用行动向世人发出了警告，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年来，香港股市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数据触目惊心。总市值自2021年2月17日的巅峰 58.7 万亿港元，急剧下滑至2023年8月15日的 30.7 万亿港元，短短2年半时间，近半财富蒸发。这相当于每个香港人平均损失了将近200万港元，令人不寒而栗。成交额也显著萎缩，日均成交金额从曾经的1700亿港元减少到如今的880亿元，几乎腰斩。每天近1000亿港元的交易额消失，曾经热闹非凡的交易大厅，如今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交易员在艰难支撑。全球排名一路下滑，香港股市市值从全球第3降至第5，不仅被老对手上海和深圳超越，甚至连新兴的印度股市也迎头赶上。这对于曾经傲视全球的香港金融业，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恒生指数从2021年3万点的高峰暴跌至2022年的 1.6 万点，跌幅接近 50%。更令人痛心的是，此后恒生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毫无起色。曾经被誉为投资天堂的香港，如今却成了股市地狱。香港曾以其活跃的 IPO 市场而自豪，但如今的惨状令人唏嘘不已。集资额从2021年的辉煌4000多亿港元骤降至2022年的400多亿港元，跌幅高达 90%。这一巨大的下滑意味着香港失去了大量优质的新上市公司，也失去了无数宝贵的投资机会。新上市公司数量在2023年首3个月急剧减少，仅有4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约300亿港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毫无增长。曾经络绎不绝的上市队伍，如今门可罗雀，市场萧条尽显。悲观情绪在市场中蔓延，4大国际会计师行纷纷下调2023年 IPO 集资额预测，预期将低于600亿港元。与香港昔日的辉煌相比，这一预测显得格外黯淡无光。更令人担忧的是，港股的质量正在急剧下滑，逐渐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怕趋势。新股表现令人惨不忍睹。自2022年初至今，约205家新股中，有多达 65%， 134家跌破了发行价。也就是说，在过去1年半内，投资者购买任何一只新股，2/3的概率会遭遇亏损。见光死已成为常态。约 37%、75家新股在上市首日就见红，股价跌破发行价。曾几何时，打新股被视为稳赚不赔的投资方式，如今却演变成10赌9输的风险游戏。此外，业绩不佳已成普遍现象。大量公司在上市不足1年内就发布盈利警告或出现亏损，大多数公司更是不派息。这些本该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的企业，反而成了拖累市场的沉重负担。
以茶饮连锁茶百道为例，这家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香港 IPO 筹资25.9亿元，命运却极为凄惨。上市首日，股价暴跌近30%，不到4个月内累计下跌超过60%。近日更发布盈警，上半年经调整利润暴跌36.5%。这家本该代表中国新经济活力的公司，反而成了港股市场衰落的缩影。李嘉诚的明哲保身，从香港撤离到欧洲扩张。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素有股神之称的李嘉诚显然早有准备。长江基建集团此次赴英第二上市，不过是其全球布局中的一小步。事实上，李嘉诚家族正大举加强在欧洲的业务布局。李嘉诚以3.5亿英镑收购了英国32个风力场，预计9月完成交易。这笔投资不仅潜力巨大，还展现了他对绿色能源的前瞻性布局。此外，以9080万英镑收购 UU Solar， 使李嘉诚一举获得了70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资产。相较于中国和香港日益严峻的监管环境，欧洲的清洁能源市场显然更具吸引力。与长实、电能实业联手，以7.6亿英镑收购北爱尔兰最大天然气分销网络 Phoenix Energy， 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李嘉诚在英国能源市场的地位。这一系列动作无不显示出，李嘉诚家族正在悄然将重心转移至欧洲，逐步减少对中国和香港市场的依赖。正如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所言，李嘉诚先生显然已经看清了形势，他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最佳的投资选择。资深财经媒体人认为，这次决定背后有更深层的考量，正是把常见的基地从香港再多增一个在伦敦，是分散投资的动作。香港股市已下滑了4年，是有史以来最长的跌幅，主要因为是海外投资者已没有兴趣投资港股，把第二上市地位放在英国能吸纳香港股市不能吸纳的海外资金。他进一步指出，常见的做法似乎想降低来自中国的形象，反映李嘉诚和李泽钜长远把投资分散在中国和香港以外的市场是一个明智决定。经济学者的观点则更为直接，长江基建也看到了国际的游资从大中华区往外逃离的情况，这种跑路是变相用脚投票。他认为，这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中国包括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他警告说，中国要想依靠它的资本市场为经济增长输血，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他预测会有其他集团跟随李嘉诚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中港股市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更难吸引像股神巴菲特等有价值的投资者，严重影响市场品质。一位知名分析师的看法让人不寒而栗。他指出，香港押重驻大陆市场的策略弊端已经完全显现，西方社会的许多资金已经不再投资中国和香港市场。随着大型基金的投资减少，市值下滑，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会层出不穷。他进一步解释道，2015年后的几年是好景，但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派息和利润难以支撑，再加上监管制度的变动，最终导致了如今的困境。他甚至悲观地表示，在有生之年，港股能重回4万点是不现实的，能达到2万点就已经很欣慰了。这是否意味着香港将从曾经的金融中心沦为金融中心遗址？他的回答令人深思，一个市场就像一所学校，能培养出色的毕业生自然没问题，但如果出来的人变成贼，那就糟了。没有出色的企业，又如何吸引外来投资？他特别指出了美股和港股之间的鲜明对比，美股能吸引如此多的投资者，正是因为有许多出色的企业，全球市值前50大的企业大多来自美国。美股的多元化
使其能够持续吸引大规模集资，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在其中也愈发明显。香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曾经的亚洲金融中心到如今被新加坡、东京等城市全面超越，香港的金融业正处于十字路口。正如一位匿名的国际投资者所言，如果香港再不醒悟，等待它的可能真的只是金融中心遗址的命运了。这场关乎香港命运的博弈已经开始，而李嘉诚的选择或许只是一个开始。